大家晚上好，我是秦宇老师。这一节课呢，跟大家讲的呢，依然还是我们这个 VIP 课当中的一个案例。当然这一节课呢，我的目标呢是给它讲完啊，把它分模分开。然后呢，同学们主要呢还是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基础，然后对我这个课程的一个知识点去进行一个相对应的提问，好吧？然后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懂的啊，或者说有什么操作不明白的，这个大家自己就提问好了。然后呢，我们就正式开始上课。那么首先呢，我们所看到的桌面上面这个案例呢，其实也是我已经在 VIP 课里面讲过和讲完了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呢，它的难度系数呢并不高，中等偏下，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行业内的一个分模的知识点上面啊，就是说整个的它的一个外圈轮廓呀。那这里的话，我就不讲它的一些竞价方式，包括排位，然后呢一些结构了。那这一些不包括。那么单独站在这个分模这一个点上面来讲的话呢，它的难度系数不高。那么这里呢，我们首先呢给这个产品呢做一个这个最前期的分析。那么这里呢做分析的话呢，也跟大家多讲两句啊。对于产品的一个分析，这个大家是必须要学会的。也许你在其他的地方学过，就比如说可能你在实体培训学校学过，或者说你在大学里面学过，或者说你在工厂里面有师傅带着你学。那么你只要不是学的这个分析形状斜率这个命令的话呢，那么同学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命令很重要。因为以前啊，就是有一些大学刚毕业的，还有一些在实体培训学的啊，一些学员就跟我讲，他说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讲过这个斜率的命令。但是这个命令呢，同学们拿到一个产品，就我们第一个要用的，你打开这个产品以后，你的第一个命令就是用分析形状斜率。那么这一个斜率命令，其实我跟大家讲的非常的多，它的作用呢，其实首先第一点，那就是对我们产品的整个的一个分析线分析，包括摆正，你摆没摆正，你要摆正这个产品，都是通过这个面分析斜率来的。那么当然，我们找到这个分析形状，然后找到这个斜率的命令，找到这个命令，这个斜率命令以后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对于一个脱模方向的选取。脱模方向呢，我相信这个4个字大家并不陌生，对吧？脱模方向呢，它所指的就是我们产品在模具当中制作生成出来以后，产品离开模具的那个方向。我们行业呢，就是我们设计这个行业会默认它的这个脱模方向为这个正负 ZC 方向，就是向上或者向下。但是呢，因为我们这个坐标在这里呢，我们有 XC 方向，对吧？有 YC 方向，有这个 ZC 方向。那么这3个方向其实真正意义上面，在我们设计的点上面，任何一个轴梁都能成为产品的脱模方向。这个就是说是随便你自己的，知道吧？然后只是说我们这个行业呢，把这一个 ZC 方向呢默认成了我们的这一个产品的脱模方向。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假设现在我的 XC 方向是脱模方向，那我们都会把它转过去，知道吧？是讲分模吗？是的。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给这个产品选择一个脱模方向，选择记住啊，要正负 ZC， 知道吧？正负你向上也可以，向下也可以。那老师我的话，我习惯性会选择产品的一个 A 面方向，或者说呢是一个向上的方向。然后呢，我们将这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呢改成正负 0.1。这里呢大家也要注意，其实我们可以改成正负1，或者是正负2、正负3都可以。那么为什么是正负 0.1？ 那么这个取决于我们透过这个斜率命令，你在做什么工作？你是在做这一个滑块的脱模方向分析，结构的脱模方向分析，分析线分析，或者说呢拔模分析。因为我们分析的目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里设置的这个数值就可以不一样。那么至于我现在做的是分析线分析，当然这个数值越小，我分析的分析线就越精准，我看到的这个中间就不会出现什么红色、黄色，或者说呢青色和白色，那么它就只有这种红色和蓝色，对吧？红色是正 0.1， 蓝色是负 0.1。那么这里呢，我们最后一个步骤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你给这个产品这个命令啊，这里呢脱模方向选完了，对吧？数据我们这里也改完了，最后你不要直接点应用。如果说你没有给这个产品去框选的话，你在这里点应用，这个产品呢就不会出现一个这个颜色的显示。很多零级的同学就出现这种低级的错误，当然可以把它说成是低级的错误，也可以说成是这个零级的同学呢他没办法，对吧？他不知道，是不是？那么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软件里面所有的命令都是针对于工件。工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打开一个命令，对吧？
你一定是有选择这个产品的，或者说选择这个工件的。如果说你都没有选择产品和工件的操作，那么你这个命令怎么去执行呢？命令它是死的，知道吧？只是说这个命令你了解的足不足够的透彻，只有这一个点。然后你把这个命令了解透彻了以后，运用在这个行业了以后，那么同学们，命令它就是死的，它不是活的。活的是什么？活的是我们设计师啊，我们是活的，对吧？我们要灵活去运用它。当然，对于这个产品而言呢，我们呢就对半分啊，我们先把这个右边讲完，讲完以后，我们左边呢再想点办法偷个懒。那么通过这一个面分析以后呢，我们放大能够，我先跟大家讲这个外圈分析面啊。讲完外圈，然后再来讲这3个内圈，好吧？这几个内圈分析面它比较简单，好吧？那么对于这一个位置而言，我们放大能够看到的就是，其实针对这种圆角在分析线上，是我们这个做设计的过程当中是遇到的最多的，可以说是最多的。为什么说是最多的呢？因为我们所设计的产品取决于你是什么样的模具。像今天下午一个就是那个同学呢，他也不是 VIP 学员。跟他打了个电话聊了很久，他呢一个朋友想他学设计，但他呢又不是这个模具行业的，然后呢他那个朋友呢是做汽车大灯的我听到这句话以后呢，我说那你那个朋友工资肯定挺高的，对吧？他说是的他说他能够拿到1万5到2万，我说那这种比较少。为什么说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同学们，像这种圆角在这一个分析线在这个圆角上面的话，其实你只有在做这一种曲面较多或较为复杂的时候，这一种我们才遇到的是比较多的。如果说你是做的这种机壳类产品、家电类产品，这种平板膜，那么同学们分析面基本上都是在平面上。而对于这种分析线在圆角上面的，我们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你要精确的找到分析线的位置，你放大，你只能够大概判断出来这个位置，对吧，同学们？我画线的这个位置呢，画红线的这个位置是分析线。然后呢，产品上面的这个位置，它有一条线没有呢 ？No， 它并没有，对吧？它是没有这条线的。那么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透过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脱模方向来找到这个产品，比如说它的分析线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对不对？那么这里呢，我们需要用一个在插入里面找到来自曲线级的曲线，在这个里面不是在来自体的曲线里面找到倒数第2个命令抽取。那么在这里呢，找到这一个等斜度曲线。在这里呢，同学们有用高版本的吗？比如说用 UG 10.0， 或者说 UG 11.0、UG 12.0， 有没有UG 1847的这种同学有没有用这种高版本的？如果说你用的是高版本的话，在这里大家注意高版本的话呢，它把这一个来自曲线级的曲线和来自体的这个曲线，在这里大家注意，它合并成了一个叫做派生曲线的命令。那么这里呢，同学们其实我这里打开高版本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不会讲太久。高版本和低版本呢，其实在命令上面它没有太大的差异，没有太大的差异代表着什么呢？它只是把有的命令合并了，把有的命令拆分了。那么你把它合并了的命令呢，你要注意它是怎么操作的，对吧？它大概在哪个位置？那么拆分了的命令呢，那么它一定是，其实同学们拆分了的命令呢，一定是高版本将这个命令优化的更完美，更利于我们呢去操作这个命令。这个就是其实同学们，我现在授课的版本呢是 UG 8.5， 但是呢 UG 12.0 呢我也有一般我用这个版本我看作业用的，对吧？因为有些同学呢他确实他的版本用的比较高，那我看作业的话我搞个低版本肯定看不了，对吧？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一个你们小鲜花肯定不到位我这个 UG 老是卡住了，知道吧？我的 UG 很有灵性的，同学们你们来听课免费的小鲜花不舍得刷，它就容易卡，我讲的就比较慢了，知道吧？那么在这里你看到没有，小鲜花一搞起来马上这个数据就打开了，是吧？那么这里我们注意看到这一个插入的，在这里大家注意看派生曲线，看到没有？那么这一个派生曲线其实在我们 UG 8.5 当中这个位置，在这里呢它其实它里面包含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曲线级的曲线以及来自体的曲线这2个分组里面的命令，这个大家能理解吧？然后在这个高版本当中呢，它只是把它合并了，能明白吧？在这里派生曲线大家看到没有？是不是命令到这个上面来了？看到没有？这里直接就已经等斜度曲线、等参数曲线、相交曲线，对吧？桥接曲线，包括我们的偏置曲线，在面上偏置等等等等，包括看到没有抽取虚拟曲线。而在 UG 8.5 当中，它是分为这2个组。其实命令上面它连名字都没有变，对不对？
那么我们首先是要通过这个命令，我通过这个命令做什么呢？很简单，在抽取的这个等斜度曲线里面，我们首先同学们4个字脱模方向。首先呢，我们根据脱模方向是 ZC 轴，对不对？朝上或朝下的一个轴量就行了。然后确定将我们所抽取的这一条线的以 ZC 方向的这个位置来呢，以0度作为我们的这一个抽取的角度，然后选择体上所有的，选择这个产品。选择完这个产品以后，我们连续确定2次啊，鼠标中间确定。然后现在同学们，我们这个产品的分形线呢就抽取出来了。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到一个点啊，例如比如说像这个产品啊，假设我们像这个产品，其实这个产品上面它有没有分形线是在这个产品上面的，我们一分析就知道。如果说我们在这一个分形线，就是说我这个整个这个产品的分形线都不在原角上面的话，我们来利用这个等斜度曲线呢，我们来抽取一下看。首先我们框选一下这个产品上面所有的面，然后呢选择一个向上的轴量，对吧？就是脱模方向。最后呢角度这里，因为高版本的话它默认是0度，在这里我们点确定。确定完了以后呢，它这里直接报错，未有给这个输入创建曲线。这句话呢，其实同学们你不理解没有关系，知道吧？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专业术语你现在还对这个 UG 比较陌生，你不理解没有关系，怎么样呢？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呢，就是这整个产品上面的分形线是没有在原角上面的，又或者说根据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脱模方向，没有那一种分形线是在一张面的中间的，它都是在这个面的边边上。那么例如像现在同学们，我们对于这个产品呢来做一个这个面分析的分析，做这个分形线的分析，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分形线全部是在一个面的边上面，看到没有？蓝色面的边，对吧？蓝色面的边，对吧？蓝色面的边，红色面的边，是不是？它没有说这个分形线在这一个红色面的中间，所以说我们在利用等斜度曲线抽取的时候抽取不出来。那么这一个命令呢，其实那同学们讲的直接一点，在我们整个行业只有这一个步骤的时候是有用的，就是像这一个等斜度曲线，我们用的最多的时候在什么时候用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除去这一种情况下面，我们可能对这个命令的10次操作有9次都是用在面分析上面，抽取等斜度曲线这个分形线上面，还有1次那可能都是做其他的，知道吧？所以说基本上这一个命令我们就只在这一个位置方，就是一个点上面用的比较多。然后当我们将这个面这个分形线抽取出来了以后，接下来去做分形面。做分形面呢，其实在公开课上面也好，包括我们 VIP 课上面呢，其实讲的比较多。同学们，对于分形面呢，其实大家只要认真的我们将分形线做出来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以线来变面。这个很简单，我们做分形面给产品分模，首先你得有产品，对吧？其次第二你得摆正，第三你得有分形线，第四你得通过分形线来做分形面。那么对于这一个位置而言，简单的命令呢就是直接插入设计特征拉伸，就是这个命令，知道吧？这个命令还有一个名字，它叫做万能拉，知道吧？万能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所有的产品的分形面，就不管你任何一个产品你的分形面都能够通过拉伸能做得出来，这个名字叫做万能拉，能明白吧？这个可能同学们你们不知道这个你们可能不知道，知道吧？那么把这一边的分形面以绝对坐标的 XC 方向拉伸出来，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地方的分形线以绝对坐标的正负 YC 方向拉伸出来。拉伸出来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拐角处这个地方你怎么拉都不对，知道吧？就是说你这种位置同学们不要去用拉伸了，这个用拉伸就尴尬了，知道吧？你这个往这边拉，对吧？然后你这个地方拉，这种地方你如果这种位置还在用拉伸这个分形面的话，那么你拉出来的分形面就非常丑，知道吧？非常丑，甚至你的分形面会有立角的面，比如说你这个分形面向这边拉，然后呢你这个地方为了去封住这个缺口，那么你的你的分形面就会往这边拉。你这样一拉出来，同学们注意看，我们放到这一个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个立角，这个地方有个立角，但是你这2个立角其实它是可以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分形线是这样子很顺畅的，慢慢这样子上去的。你的分形面有立角，这就不行。能不能有立角，取决于这个分形线。对，没错。像我们很简单，我们用桥接曲线把这里桥接起来，然后中间呢做一个网格曲面。当然，桥接曲线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网格，知道吧？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在这个插入的来自曲线级的曲线里面呢，找到桥接这个命令，选择这一条线，对吧？确定，然后再选择我们这边这一条线，确定，把
把这个地方呢桥接起来一条线。桥接这条线的目的是干嘛呢？就是为了我们接下来做网格曲面的这一个通过曲线网格的这个命令。这个能理解吧，同学们？就是我们桥接的这条线就是为了操作这个命令，而这个命令它的要求是什么呢？是我们所选择的线条必须呢呈封闭状态。如果说不呈封闭状态的话，我们执行不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会报错。当然我线已经搞起来了，对吧？我这个是桥接的，这个是分形线，对吧？然后呢，我这一条线是这一个分形面旁边的，这一条线呢也是这边的分形面旁边的线，那么这个中间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环。然后呢，选择主曲线和交叉曲线。主曲线和交叉曲线呢，我们可以是3条以上的线，就是主曲线可以是一个点，再加一条线或者2条线、3条线、5、6、7、8条线都可以。但是呢，你最少得什么呢？是3条线，我们再加一个点，也就是说主曲线和交叉曲线呢，分别我们要选择2条曲线。但是呢，主曲线里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点 ，OK， 选择主曲线1确定，然后我们再选择主曲线2 ，OK， 确定。那么我说的确定是鼠标中间确定啊，这个地方的确定不了，知道吧？这个位置确定不了。最后的话呢，我们来选择这个分形线，因为分形线比较多啊，这个地方比较多比较杂，大家可以呢选择这个，就你选线的时候可以选相切曲线，知道吧？然后呢，你选完所有的线以后，如果说这个右下角还存在警报的话，就大家注意看，主曲线1和交叉曲线2不在公差范围内。主曲线1是第一条线，交叉曲线2是这一条线。你放大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条小小的线漏选了？当然，你选完这条线以后，假设它还是报错，一定要注意看什么呢？右下角它会告诉你是主曲线1还是交叉曲线2。它这里所说的主曲线1也好，交叉曲线也好，你要注意，它是根据你选择的先后顺序来的。你第一条线，比如说选择的是这一条线，对吧？那就是主曲线1。你第一条线选择的是这一条线，那就是主曲线1。这个能明白吧？只是说，在这个1、2、3、4条线中，它分为了一个主曲线1和交叉曲线。这个就同学们还是那个点啊，零基础同学，你不要觉得它很难。那么 OK，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网格起来了以后，那这个面基本上就没毛病了吧，对吧？挺顺畅的吧？那么这是一种我们能够快速且有效的将分形面制作出来的第一种方法。当然方法呢，它始终都是说，就是说你用在这个产品上面能做得好就行了，对不对？但是能不能有其他的命令或者说其他的方法呢？当然秦宇老师我的课我从来不会把它讲得太单一啊，讲的直接一点，就是任何一个位置，如果你想听2种3种方法，那我这里都可以有，我可以有对的，可以有错的，我可以有好的，我也可以有更好的，取决于呢你们想不想听，对吧？那么这里同学们想听吗？想不想听？哎，对，你看这个同学就很懂事，对吧？ OK， 这一种方法呢，我们呢暂时把它分到一个图层里面去，好吧，把它收起来。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呢可能说更快速的命令，就像开了外挂一样，对吧？你开了那种透视自描，是不是？那么这里我们怎么做？就比如说第2种方法，那第2种方法呢，在插入里面不用拉伸啊，我们直接在这个曲面里面找到这个条带构造器，那么直接通过什么条带的方式，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把所有的这里的分形线呢，等一下我把产品隐藏一下，要不然这个地方线条容易选错，我直接把这个产品隐藏一下的话呢，更方便于我们去选择这个分形线。OK， 这里呢大家要注意啊，利用条带构造器的话，你选择的线条与线条呢呈连接状态，这个能理解吗？就是这个命令它跟网格曲面这个通过曲线网格这个命令不一样的，就是网格曲面它要呈封闭状，然而条带命令它只需要选择的线呈连接，它不一定说你要这样子封起来，你只要比如说同学们你在这里选一条线，它保证看到没有？这个右下角就有警报吧，是不是？边界轮廓不连续 ，OK， 然后我们再就是跟着这边慢慢选过去啊，选到这个位置以后就搞定了。那么我们在这里条带跟拉伸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条带构造器这个命令和我们刚刚用的那个拉伸的区别是什么呢？那么这里呢，我们先用一下，对吧？先确定，是吧？我们把这个面就直接条带出来了，但是在这里大家要注意，我并没有选择我所选择的这些线条的一个方向，对吧？比如说我拉伸，我这里的分形线要往这里拉，对吧？我这里的分形线呢要往这里拉，我这里的分形线呢要用网格做，是不是？那么我们的拉伸对于面的方向其实已经定死了，也就代表着方向是我赋予它的。
对吧？是设计师给的。然而条带它的一个不同点是什么呢？我们所选择的这一个线条，在这里大家注意看，我们在这里其实呢，它也有一个偏置视图。其实这个地方的偏置视图的意思，也跟我们那个拉伸的那个命令啊，跟我们那个拉伸命令里面的选择那个方向，其实它是大概差不多的意思。但是呢，我们条带你选择完一条线以后，它会默认的出来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在这里大家再注意看。比如说我在这里选择完这一条线，对不对？那么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箭头就已经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后面的指定轴梁，这个前面已经有了一个勾。但是你在没有选择这条线之前，那同学们是不是在这里边界轮廓不连续，对吧？你只有选完这条线，那么它的方向就会自动出来。当然它这个方向是根据什么来的啊？这个同学是跟着产品的方向走的，就是条带的方向。你回答的对，但是呢不完全对。在这里呢，它还是的，没错啊，就是说你回答的呢又对，但是呢又不完全对，为什么呢？我们选择条带构造器这个命令去操作分析面的时候，其实它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快，并且同学们可以看到这个面做出来挺顺畅，对不对？那么条带的方向呢是跟着线走的，它不是跟着产品走的，知道吧？但是呢，线是跟着什么的？就是我们选择的这条线是通过什么得到的呢？是不是通过产品得到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条带出来的分析面，它的方向是跟着产品的方向走的。但是呢，不完全对呢，是因为我们的面它实实在在是跟着线条走的。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一条线它这样子拐过来，对吧？我们这个面做出来的，它也是慢慢这样子拐过来的，对不对？就是它拐的弯跟我们分析线拐的弯是一样的。那么你这种地方用条带的话就很舒服，你发现没有？很快。不需要说这里去拉伸，对吧？这里去拉伸，这里去网格，对不对？但是呢，同学们，我们在用条带这个命令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其实它没有拉伸好用，因为这个方向我们是控制不了的。我们唯一能控制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指定轴梁的时候呢，选择一个向上或向下的方向，确定，知道吧？就这是我们唯一能控制的，就是你能够简单的对于这张面的方向呢有一个小小的控制，但是实际上面它并不像拉伸一样，明白吧？也就是有一些面它是不受控制的，你用条带这个命令做出来的面，它会比较的呢扭曲。这只是说，你在做这种地方的时候，这个命令很好用，但你换个地方，它可能就没有这么好用了，知道吧？这个同学们看懂了没有？第一个呢是这两个命令的一个对比。当然，如果说需要我给大家一个建议，优先用哪个命令的话呢，那同学们我更建议大家用拉伸，好吧？因为拉伸在我们设计师的控制范围内，但是条带它不一定，知道吧？对于你们新手来讲的话，那就更不一定了，因为你就是说像这种命令可能原理我教给你了，或者说这些东西我都已经跟你讲了，但是同学们你自己在操作的时候，真正去把控这个行业或者把控这个软件，你一定是千锤百炼，知道吧？就是说这些命令的操作方式技巧，这个命令与那个命令的对比，哪个命令更好用，这个命令该用到什么位置，我肯定我教给大家，但是呢就同学们你们自己得上手，知道吧？你可能有些同学就是一听就会，对吧？一做就会。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拐角处，其实对于这种拐角处，这种分析面并不难啊，我们可以放到面分析。那么这种地方，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一条线，我们肯定还是只能说用拉伸。至于你往哪个方向拉，怎么拉，在这里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一条线，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用拉伸去做，对吧？那么这个拉伸命令它自动判断出来的方向呢，是往哪个方向？是往下面拉，往下面拉对吗？肯定不对。我们这里呢，要么就是往这个方向拉，你要么就是往这个方向拉，知道吧？但是呢，你不管往哪个方向拉，这个中间都会有一个这种，就是说它这里会有一边多一边少的这种位置。然后在这里我们注意看啊，我们把这个面也往这个方向拉一下，然后呢我们单独来针对这个地方，大家看到没有？你这个圆角的地方有没有发现，这一张面当你往这个方向拉的时候，它与我们左边这里的这一个产品轮廓会形成一个夹角，而这个夹角呢，它最重要的它是比较尖，你知道吧？它要不尖都没关系，
尖角在我们模具设计当中是不允许出现的，能明白吧？在我们模具设计的这个钢材料当中是不允许出现的，除非是产品的轮廓是一个尖角，那我们没办法。但是我们所拉伸出来的分析面，你绝对不能让我们的模具钢材上面导致出现这种尖角，那么这种是很容易损坏我们的一个模具，并且呢，我们产品的一个质量。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方向也不行，对吧？你往这边这个方向也一样的，知道吧？其实最好的方向就是往这个方向拉，知道吧？你不要往这边拉，也不要往这边拉，你往这个中间这个方向拉，知道吧？这种方法呢，我们把它就是说叫做45度拐角做法。45度拐角做法，这呢只是说代表着我们在面对不同轮廓、产品不同形状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自己去摆坐标，自己去控制我们这个分析面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它并不是说你摆角度，你说啊，老师这里一定要摆45度吗？不是。比如说你像这里摆坐标的话，你只需要用你的 YC 方向或者 XC 方向，大概的对准这一个产品这个轮廓就可以了，不一定说你摆个坐标在这里就是刚刚好摆个45度，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这种方法我们呢把它定义成叫做45度拐角做法，然后呢我们再拉，对吧？你现在拉，我们往这一个这个，等一下我摆正看一下啊，往我们这一个 XC 方向拉，对吧？这样子朝着这边拉出来。那么你朝着这个方向拉出来了以后，你再去看，它就不会说这个面跟加上这张面啊，这里有一个这样的立角，对吧？这一张面它不会有这种立角，对吧？它是对半分的。这张面这里过来，然后这里是直角过来，这张面这里过来也是直角过来，对不对？它不存在说有一边是尖角，有一边的角特别大，这个能理解吧？接下来你再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张面的方向定义好了以后，接下来再做的就是把这个地方利用这个位置将缺口接起来。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这张面的拉伸方向和这张面的调带方向它是不一致的。当你的分析线呈连接状态，而你制作分析面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那同学们你就需要接。很多同学呢会做分析面，但是不会接。这种位置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呢忽略掉这一小段的分析线，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你咋做呢？你直接利用插入修剪，找到修剪与延伸，你把这个片体延伸上来10个毫米，对吧？你再把这边这个片体延伸，这个片体你就要多延伸就是说这个片体你延伸过来的话10个毫米少了，知道吧？你这里呢我们就延伸过来100个毫米，让我们左边调带出来的这道面，就是说与我们刚刚拉伸出来的这道面呢形成这种交叉状态。这样一来的话，我们是不是因为你这种地方，同学们，我们把分析面隐藏，这个地方的分析面从这里过来，再从这里下去，这个位置是不是一个角？就是它会有一个立角在这里，对不对？会有一个类似于像这种90度的这种拐角在这里。那么这种情况，这种位置，我们是在做分析面的时候是允许我们的分析面上面存在立角的。当然也分呢，同学们，你是做大模具还是做小模具，知道吧？什么是大模具呢？那种模具1米乘1米的，这种叫做大模具，知道吧？小模具是什么呢？你那个钳工，甚至你那个设计师，一套模具2个手抬得起来的，一块模人两个手抬得起来的，这种叫做小模具，知道吧？这个定义大家能理解吧？也就是说，整个模架的一个长宽1米乘1米，或者800乘800的这种，都已经属于大型类模具了。小模具是什么模具呢？小模具你只要比如说它的这个内模人，对吧？这个模具的模人，你双手能抬得起来，这种都属于小模具。那么大模具呢，我们一般会手动在这种拐角处地方手动导一个小圆角，知道吧？小模具它不导啊，这就是大小模具它不同的一个加工工艺。那么这里呢，我们还是通过这个延伸的命令，延伸里面有一个这个修剪与延伸，延伸里面这个类型里面它有一个制作拐角，我们直接选择左边的面，再选择呢右边的面。OK， 利用这2个反向的位置啊，我们来控制我们要保留和要删掉的面。将这张面延伸出来了以后，现在同学们，我们再来看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就很舒服，对不对？它该是立角的地方是立角，它不该是立角的地方，我们也把它接顺了。最后，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还有个缺口，对吧？用延伸，对吧？把类型改成按距离延伸，延伸进去1个毫米啊，不要延伸100啊，100它也延伸不了，知道吧？延伸进去0.5，1个毫米，把这个缺口封住，那我们这个面就做好了。最后我们拿这个面跟产品求差，因为我们这个面呢延伸进去了1个毫米，这个分析面就会跟产品打架。我们拿这个面跟产品求差的目的就是把它们打架的地方呢给它删掉。然后呢，同学们，
这个求差的目标体和工具体会选吗？有没有不会选的？就是有没有经常搞反了的，或者说求差的时候不知道这个什么是目标体，什么是工具体的啊？应该有啊，但是就你要不讲，我就懒得讲了啊。那么这里呢，我们把这边这个面做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一个小拐角，对吧？我们首先方断面分析。其实方断面分析呢，一方面呢是同学们提醒自己要跟着分析线走，这个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这是就同学们，这是我们在做设计过程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点。方断面分析是告诉自己，也是提醒自己，我产品的分析线在哪里，我要跟着分析线走。就像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就同学们，不管你是个设计学徒也好，还是一个设计的师傅，或者说是一个正在学设计学了几个月的这种学员，那么你一定不能错的就是这个分析线不能走错，知道吧？啊，你分析线走错的话，你这个饭碗都要丢掉，明白吧？ OK， 那么做这个拐角的话呢，首先我们能看到的就是这里的分析线和这个位置到这一边的分析线，从这里开始大概到这边过去，我们的分析线不在圆角上面了，对不对？它在这张蓝色面的这个边上，这张蓝色面的这个边上，对吧？这个蓝色面的这个边上，那么这里我们做分析面将优先采取用延伸的方式去做，就不再用拉伸。也就是说，这种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命令不是拉伸，不是调带，不是任何其他的命令，一定是延伸，将这个面延出来。但是这里怎么做？大家注意啊！比如说我抽取这个蓝色的面去做延伸啊，我呢插入关联复制，找到抽取几何体，选择这个面，对吧？把这两张面呢抽取复制出来，复制出来了以后呢，我就把这两个蓝色面呢，我就给它延伸，对吧？为什么说同学们我们做分析面要优先用延伸？这个同学们知道吗？有些同学他是知道要优先用延伸这个命令，但是呢，就是大部分同学是不知道为什么要优先用延伸的啊。这里有没有同学是知道我们为什么做分析面要优先用延伸？有吗？有同学知道的没有？啊，不知道吗？啊，不知道，对吧？其实优先用延伸，它不是说自然的。优先用延伸是因为我们做分析面，同学们，它的一个整体的难度系数在哪里呢？难度系数是对于面的一个把控，明白吧？就是你这个分析面你做的不好，或者你不会做，取决于什么？你同学你拉伸会不会拉，对吧？你调带会不会，网格会不会？其实很多命令大家是会的，但是为什么你做出来的面不好？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你对分析面的方向把控的不到位。而延伸是怎么样？延伸你只需要复制产品上面的面，对吧？比如说我后面的这张面我接着用延伸，我只需要把这个面复制出来，对吧？如果你用的是 UG 高版本， UG 用 11.0 12.0 的话，你复都不用复制，直接选的这个面就可以延伸，对吧？我延伸这张面，同学们，我用延伸做分析面，我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不再需要我们人为，就是我们设计师去控制这张面，它是往这个方向搞，还是往那个方向搞，还是往那个方向搞，对吧？产品上面它本来有面，我就用它的面去搞出来就完事了，是吧？这个方向我不需要控制。这里呢，同学们，这一个点在你们会分一些产品之后，比如说这种产品你分模会分了，那么这个点你一定能够理解，知道吧？也许现在大家可能不能理解，这个没关系啊。那么这边呢，我们把这个面呢延伸过来，这个面延伸过来的目的呢也很简单，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因为我们这一边的面，等一下我把它制作一下拐角啊，这个位置，把这张面跟这张面。那么因为我们这一边延伸出来的面，它这个面是向下走的，知道吧？这个面它是向下走的，然后呢，我们这一张面呢延伸出来，它是平着走的，或者说是向上走的，那么这两张面就会交叉。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其实我只需要在这个其中注意到一个什么点？以这张大面作为主要的面，这里的这个小位置的这里的两张面作为次要的面，把这个主次呢分清楚。次要的面怎么样？我们放在这个主要面的上面，那么同学们整位知道吧？我们就相当于把这个地方的分析线做出来的这个面，在这个大面上面呢做一个整位，知道吧？做一个小整位。然后呢，我们这两张面先隐藏一下，我们拿这边这个大面和左边我们刚刚所做的这个拉伸出来的这张面，我们给它制作一下拐角，在这里相互点一下反向，来控制我们保留和舍弃的位置。把这一边制作完拐角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再到这一个位，再到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再到这个位置，在这里同学们，
我们在这个拿这个大面跟产品求一下差，这一个求差还是求什么？求我们分析面跟产品呢相交的地方，就是他们打架的位置相交的地方。然后这一个拿这个再跟这一个求差，他们把他们打架的相交的位置把它求差求掉。最后我们再到这个大面上面呢挖个洞，比如说我这张面延伸下去这么多，对不对？那么我们用这个修剪的片体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选择这个面，然后选择这一个大面和这一个大面呢，把这一个面下面的这些，对吧？这些多余的我们把下面的给它割掉，然后呢在这个大面上面看到没有，也按照我们这一个轮廓，这一张小面的这个轮廓挖一个洞出来，确定。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面我就做好了，对不对？看到没有？我这边的面从这里上来，这里过去，在这里再上去，对吧？这样做出来的面，第一个它自然，第二个，那么这个面的整体的这个大轮廓上面它没有坑坑洼洼的。坑坑洼洼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同学的分析面，他明明这个地方它是这样的，对吧？他做出来的他给你做成这样，坑坑洼洼的他也行。只是说我们如果你的面能够做得更平整，它就更怎么样？你的面如果能够做得更平整、更平顺，它会更好加工，更利于模具和产品的一个质量，就这么简单，明白吧？然后呢，还是我们再接着往后面做。那么再往后面做呢，我们可以把分析面改个颜色啊，在这里我们把这两张面缝合起来，缝合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再通过这个对象显示，把这个面的颜色给它改一改。改颜色呢，其实也是方便自己区分，对吧？哪个地方是分析面，哪个地方是产品，就方便自己区分出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做到这一边，做到这一边的话，我们放大面分析啊。首先我们先看看分析线是怎么走的，对不对？其次我们再来想办法，是看是用延伸还是用拉伸，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做到这一边来以后呢，在这里大家注意，这个地方这张面是从这里过来一个斜角啊，这里我摆正，大家注意看到没有？这里的分析线它是这样子过来，它不是说直接是接上这个位置的，知道吧？它这里是像这种小 C， 在这里倒了一个小 C 角一样，是通过这一条斜线下来，再到这一边。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不好搞了。为什么呢？我们同学们，我们这个地方先不管它，因为这个位置比较小，知道吧？我们先看这张面要先决定这张分析面这个位置的分析线要怎么走。其实这个位置的分析面呢有两个方向。分析线在这里，对吧？在这个地方从这里慢慢这样子下来，我们可以按照这张面的方向往这个左侧延伸，往这边做。我们也可以按照这张面的方向呢向上延伸。这里我们只要分清楚什么是碰传，什么是擦传就可以了。什么是碰，什么是擦，知道吧？我们的分析面在做的过程当中优先于做碰传，次于做擦传。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正常做的话，我会抽取这张面，把这张面延伸出来。我这样做的话，我这个位置是碰传封胶，那么同样的，我们碰传封胶的效果会更好，模具的质量呢会更好。但是呢，我这张面延伸过来了以后，它刚刚好与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分析面重叠了，对吧？这个肯定就不行，是不是？如果说我用这张面延伸过来，那这个上面有张面那怎么办？我到底这个位置用哪张分析面？这里肯定是一个位置不能出现两个分析面的，对不对？这个大家能看懂吧？那么不管你是用哪个方向，那同学们，虽然说我们优先是用碰传，你这种地方能用这个位置能用碰传吗？它用不了，对不对？这个就肯定是一个用不了的位置。当然这个位置得怎么做呢？这种地方我们只能说依靠用拉伸去做啊，用这个擦传去做。怎么做？以蓝色面这个位置作为参考，把这张面和这张面，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面，我们把它复制出来，确定。复制出来了以后呢，这张面向上，这个地方的面在这里，这一张面向上个100 ，OK。然后这边的面，这个小小的面也延伸一下啊，这里延伸，对吧？这里我们统统就是能选择的、能延伸的，统统你给它延伸出来100，延伸出来100以后呢，那么同学们，我们先做什么？把这个面延伸过来10个毫米、5个毫米，对吧？让这个黄色的面跟我们刚刚延伸出来的这个分析面呢相交。命令不要关掉了，直接用这个命令，我们来给它做一个制作关卡，选择黄色的面，再选择这一个刚刚延伸出来的分析面，延伸出来了以后，同学们在这里大家有发现什么问题没有？这样做我可以告诉大家是对的，但是呢有小问题。这个小问题呢，我刚刚告诉过大家是在哪里？来，同学们，哪个位置？
这个立脚它不是问题啊，同学们，这个我前面已经跟大家讲解过了，知道吧？这个你对于这种立脚啊，你要看的就是你做的是大模具还是小模具。大模具我们会导那种可变圆角，知道吧？小模具基本上是不导角的，它有的导就导个 0.5 的角，明白吧？这种角我们不要导 ，CNC 加工出来就是 0.5 的角，知道吧？然后这里的问题在哪里？不知道啊，同学们不知道，这个你别吓我呀，这个同学们不知道，它不在这里吗？这个地方对不上分析线呀，看到没有？对吧？我分析线是从这里过来，这里下来，在这里过来的，对不对？然后我现在做的面是什么？它直接就过去了，这里下来。这个我放到面分析，大家再看啊，你要还看不明白，那老师我就没办法了，看到没有？是不是啊？分析线应该是从这里过来，这里下来，然后再接到这一边。但是现在我们的分析面是怎么样？是从这里过去，再从这里下来了，对不对？从这个地方过去，你这肯定就做的不行，对吧？你分析线没对上。当然，这种位置呢，大家注意啊，如果客户能够同意我们改分析线最好，就是我们呢建议客户把这一点点的红色面给它拔模拔到后模去，把分析线改到我们拉分析面的这个位置，给它做一个微调，知道吧？但是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的客户他不同意，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想改就改，知道吧？那么如果你的客户不同意，那这个位置要怎么做呢？同样的，首先我们还是在做这种位置的时候，你要分清楚主次，知道吧？首先你可以先做成这样，在这种状态的前提下面，我们呢再来给它，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们再来，比如说你这个底部的分析线，我们找到这一个插入曲线表面上的曲线，选择这个面，对吧？这个平面，然后呢以这个平面的这一个端点这个位置画线，你怎么画呢？你画到这边来，对吧？在这个中间你自己手动给它拉一条线，当然这条线是拉到上面一点还是下面一点，这个无所谓，你上一点就上一点，下一点就下一点，知道吧？最后我们以自己所拟定出来的这一条线呢，我们把上面的这一节给它割掉，把它割断掉，首先用取消缝合把这个面取消缝合下来，取消缝合下来以后呢，我们把这个面隐藏，然后我们再用这个修剪的片体，插入修剪，找到修剪片体，选择这个面，把上面这一段给它割掉，对吧？用我们刚刚画的这一条线割，就把这一条线割了以后呢，这个中间做什么？这个缺口这里呢做啥？是不是？哎，我们这里好像也有一个小问题，对吧？这里的话呢，我们在这个黄色面这个位置啊，这一边你也可以摆个坐标，知道吧？你也可以，比如说你在这个分析线的这个端点这个位置了，摆一个坐标，然后用拆分体啊，或者说用修剪体把这个右边的把它多余的该切割掉，就是说该割掉的给它割掉，或者说你也可以像刚刚一样，你直接在这里画一条线，知道吧？选择 YC 方向，把右边的切掉，切完了以后，这个位置的缺口自然而然就出来了，知道吧？缺口出来了以后，你再做，同学们注意，你直接用什么？你肯定是不能用拉伸的，为什么？你拉伸，选择这条线拉，对吧？你是往这条线的方向拉，还是呢往下面那条线？同学们看到没有？你怎么拉都不对，是吧？你往这一条线拉，这一边对接不上；你往这一条线的方向拉，这边也对接不上，是不是？那拉伸肯定不是的。网格呢？网格也不行。这种位置，同学们最好的命令是什么？扫略。在插入里面，我们找到扫略这个命令，选择分析线，然后呢选择两条，就是说左边一条引导线，右边一条引导线，这样做出来，同学们，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样做，你不要在这里去桥接曲线，知道吧？不要在这个地方去桥接曲线，去网格曲面，能明白吧？为什么不要在这个位置桥接曲线、网格曲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桥接出来的线是这样的弧线，知道吧？是这样的，或者说是现在这样的，对不对？那么当你桥接出来的线是弧线的时候，你的面就是弧面。这个位置的分析线，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里过来，这里下来，这里再过来，它这个地方是有两个立角的。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做分析面保留分析线原始的状态。它这个地方该是个立角，你就给它做个立角。你不要它是个立角，你做个圆角；它是个圆角，你做个立角。你不要这样做。这个就是同学们所有在这个行业的学设计的同学一定要注意啊！我不管你会不会判断自己所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么
你一定要去学会判断，明白吧？就是说你在学会去制作这个分析面，或者说去制作这些结构滑块啊，什么进角顶出，在整套模具设计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单单要学会做，你还要学会，就你同时要学会判断，知道吧？这个能理解吧？就是你要学会判断的自己做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地方我们的根是怎么样，知道吧？你比如说，假设我这个地方要做个斜顶，对吧？或者说我这个地方要做个这个前模滑块，它首先它是为什么要做？你要搞清楚这个点，能明白吧？你不要在那里干巴巴的，这个滑块怎么画你就照着画。同学们，真正而言来讲，其实命令它就这么几个命令，但是你要把这个命令要结合到这个行业，这个才是一个关键，对吧？你做个滑块，无非就是在这里创建个方块，外面搞个头，对吧？再搞个斜导柱，是不是？那这个再搞那个压条，搞定了呀，对吧？这个难吗？这个不难。你创建两个方块，你割两刀，求两个叉就做得出来了，明白吧？你要根据产品不同的轮廓形状，以及你自己要搞明白为什么要去做。当然，现在做的这道面好吗？同学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做的这道面有点别扭，对不对？有那么一丢丢的扭曲，是不是？就是总感觉不咋对劲，看到没有，同学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总感觉这个面就感觉不怎么好，是不是？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把这边的遮挡面再降低一点，让它这个位置类似于导的那种小 C 角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小 C 角呢，它是渐变 C 角，就是前面小后面大，前面的 C 角可能只有这么一点点大，后面的 C 角我可以给它加大到这么大，是吧？这样子两张面，这样的话，第一，我们的面会更顺畅，这是第一。其实第二，你的面会更漂亮，而不是说因为你现在这个面，同学们，它有一点看到没有，有一点点扭起来了这张面，对不对？那我们还是通过这一个曲面上的曲线，对吧？以起点不变总点扩大的方式，就这个点还是这个点，但是外面这一张点你给它搞大一点，再用修剪片体呢把这张面给它多余的切掉。你同样做这个位置的时候，你还是用那个，就是说那个那个扫略，这里不要用拉伸，也不要用网格，知道吧？能明白吧？你可以用 N 边啊 ，N 边大家可以试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你不要用网格，知道吧？你用拉伸也不行。OK， 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面就已经变大了，对不对？这个看到没有？现在再来看这个位置的话 ，C 角变大了，并且面也变大了。越大的面越好加工，越好配模，对吧？你越是那种小小的面，就你配模也不好配，知道吧？你配模也不好配，你加工也不好加工，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制作人员，就是同学们这个东西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的东西越好做的时候，比如说这种面越大，那这个加工的就越好加工，对吧？前工配模的就越好配，是吧？它好配，那么它就配得更好，是不是？如果说你这个位置那么一丢丢大，对吧？它去配模它不好配，那么这种位置就容易出现问题，跑披风，是不是？曲线组也可以，但是曲线组它只能控制这条线跟这条线，知道吧？它控制不了分析线，能明白吧？曲线组是通过两条线得到一张面，通过网格曲线网格是通过3条以上封闭状态的线得到一张面，直纹面是通过这个曲线组的一个低配版，能明白吧？就是这个网格曲面里面的命令，直纹它只能通过两条线做面，并且做出来的面不能相切于邻边的面。然后通过曲线组的话呢，是直纹的高配版，它通过两条线做面，并且它能接顺它邻边的面。通过曲线网格呢，是4条线来做面，3条线以上的这个封闭状态的，能明白吧？然后艺术曲面呢，是网格曲面的高配版升级版，它既能通过2条线做面，也能够通过3条，它也能通过4条线做面，能明白吧？然后 N 边曲面的话呢，这个呢跟我们这个网格曲面和我们的直纹通过曲线组呢，它们概念就不一样了，知道吧？它是通过成连接状态的线，以保证 N 出来的面最顺畅的状态下面生成的。就是其实每个命令它的作用点和这个都是不一样的，知道吧？所以说这个同学们的话呢，就因为现在我就是说我没有东西在这里跟大家去对比，我只能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
OK， 这里我们把它多余的先切割掉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看到这个就是左边这个面做完了以后呢，再往这个面分析放，再接着往后面做，再接着往后面做的话，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地方我们用延伸吗？同学们，这一条分析线我们用不用延伸？这个位置，因为再接着往这边做，它分析线就到这里了，对吧？到这里，在这里下去，这里过去。那首先的是我们这一条线用延伸还是用拉伸？我们是不是优先考虑用延伸，对不对？是不是就是说优先考虑我们这张面呢去做延伸？但是你这张面，同学们，你们觉得做延伸好吗？啊，是不是不咋好？为什么不咋好呢？你这张面是一个斜面呀，对不对？这里大家注意看，如果说我抽取这张，就是我复制这一张面我去做延伸，那同学们这一张面肯定往上面翘起就翘得很高，对不对？是吧？那你这种面能做分析面，肯定不能做分析面，对吧？我的分析面你不能说这样子翘上去，这跟一张叉叉面有什么区别呢？并且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前模出现，看到没有，呈 V 字状态的尖角。那这个地方肯定只能平拉，这个想都不用想。这个是第一。其实第二呢，就是你做分析面，你不能光看一个位置，比如说艾老师这里用拉伸确定了，然后呢，我们可以再看看这一张面，对吧？我们这里呢，我还是优先考虑用延伸。至于最终用不用延伸，我们再说，对不对？比如说这个位置最终延伸出来的面方向不对，或者做的不好，面扭曲了、打架了、烂面了，那我们不用延伸，我们可以换其他的命令。但是呢，我们还是优先用，对吧？你这张面我们延伸50，这么我先给它延伸出来看一看，我也不一定说非得要用延伸，我延伸出来把这个面做看，对不对？然后我们再 OK 延伸到这里。延伸到这里以后呢，那同学们这一张面的话好像没什么问题，对吧？这张面延伸出来挺顺畅的，它没有说这个面在向上翘。但是呢，同学们，好像这个面也是向上翘的哦。那么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这个向上翘了一丢丢，对吧？那张面向上翘是这样翘，是不是？这个能一样吗？这个就不一样。主要还是取决于它的一个角度问题，这个能理解吧？就是老师，这张面也是向上翘的，对吧？这张面呢也是向上翘的，为什么这张面不行，这张面就行呢？主要是这个角度问题，能理解吧？你角度就是说你这个地方的面，你向上翘的要是没有这么高的话，那同学们没问题，对吧？那就没毛病了，那就没问题了，能理解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那既然这一边的方向已经定了的话，那我这个地方就是说我刚刚那一个拉伸的分析面，那就很简单了，对吧？我直接给你平拉出来就完事了，对不对？我就按照这个绝对坐标平的拉，是吧？我拉个100。那么把这张面拉伸出来了以后就尴尬了，对吧？平的拉，它跟这个这里又打架了，把它们交叉了。也就是说，我拉伸出来的这张面和我延伸的面它对接不上。同学们，鱼和熊掌不能兼得，这个地方得有一个取舍了。你要么呢就跟着这张面走，你要么呢就跟着这张面走，就你这个地方你不可能说一个向上一个平的拉，它们就交叉打架。那么这种地方你可以把这一边的面啊全部改成拉伸，你也可以呢把这一张拉伸的面呢改成这一条线的方向，这个圆角这个边边这样子平的拉，你这样拉出来也行。这两种做法都是可以的，我更建议大家用这一种，这样子做，知道吧？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呢这里稍微再延伸出来一点，这个刚刚延伸的时候，应该我延伸的短了那么一丢丢啊，就是我现在再把它补一段，延伸出来这一段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修剪体，就把这些长的、短的、乱七八糟的这些，我们把它该割掉一次，就是把它割掉，这里去除一下参数，去除完参数以后呢，这个删掉，对吧？这一条线删掉，然后这一边同学们用修剪的片体呢，把这一边的这个上面翘起来的那一节给它割掉，然后左边的把这张面延伸，把这个黄色面往左边延伸过来1毫米、2毫米也行，延伸的让这个面打架相交了以后，选择这张面，再选择这边的面，知道吧？然后看到没有，还有这张面，把这边的面搞一个制作拐角。这样一来的话，大家看到我们就把，我怎么把左边的面都删掉了？等一下，撤回一下啊！这同学们，我们只能说，我们制作拐角的时候，你不能把这一边的面删掉了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啊！等一下你搞着这一边的面不见了，那搞个屁了啊！这里用制作拐角，如果说他把左边的面都删掉了的话呢，我们把左边的面取消缝合，知道吧？
先把它取消缝合下来，然后你再制作拐角，因为你左边的面它们已经就是说这里的面它跟这个左边的面不成缝合状态了，那我就删不掉那边的，删不掉这张面了，知道吧？然后我再缝合起来了嘛，是吧？这个操作就比较简单，对不对？是不是？我再给它缝合起来就没毛病了。那么在这里大家呢要注意的就是 UG 它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我们这一张面干涉这边的面，我们在选择这一张面的时候，因为这张面这里它是呈缝合状态的，知道吧？它也没缝合就没关系。然后我们再接着往后面看啊，放大面分析，我们还是呢这一张斜面。那么这里的斜面呢，其实老师我直接跟大家讲的就是默认用的擦穿面，对不对？是不是直接默认我们放大，选择这张面这张面已经选过了啊，我们就不需要二次抽取了。我把这张面延伸出来，然后这一张面其实你一延伸出来，它就是个擦穿面，对吧？这里我们延伸100、110，延伸出来，把这个面延伸出来以后呢，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看，同学们，这张面跟这张面其实都是擦穿面，然后呢还有这边的这张面它都是擦穿。那其实我刚刚在讲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跟大家讲的是什么？能碰穿就不擦穿，是不是？是不是我们能做成碰穿的话，就不做成擦穿。但这里的话，好像只能做擦穿。在这里呢，大家注意，像我们这两张，我以这个位置举一个例子啊，像这一张面的话，你要么就这样做，你要么怎么做呢？你要么就往这个方向往这一边做。其实你这里的分析线，不管你往哪个方向做，它都是擦穿面。而碰穿和擦穿的定义是通过什么得到的？是通过产品的脱模方向，知道吧？那你这张面不是擦穿面是啥？对不对？这张面是不是擦穿面？对吧？你根据脱模方向是吧？这里都已经差不多成180度了，是不是？所以说这种位置你没得选，你知道吧？虽然说我们是优先用什么？优先用碰穿，是不是 ？OK。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到，就这一张面做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一边啊，这个地方的分析线，这里放大面分析啊，还是跟着这个分析线走啊。然后呢，我们先按面分析出来的这个就同学们是不是很简单，对吧 ？So easy。我们抽取这个面，然后这个地方有个小圆角面抽取，直接给你延伸出来就完事了。这个产品3下5除2，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给它干完了，对吧？我这张面我都用延伸，对吧？这种就是说很简单，对不对？把这个面延伸出来，然后再把这个圆角最后一张面搞定，是不是我们整个的这一个外圈分析面就已经到位了，对吧？我再把这里的面一框选，我把它该就是说修剪的、该割掉的、该给它割掉，是吧？这些面延伸出来比较怪异的位置全部给它干掉。那么干掉了以后，同学们是不是我这个地方分析面我就到位了，并且做的还不错，是吧？挺顺畅的，没有说出现什么立角啊，或者说尖角，没有出现什么不合理的位置。但是同学们，如果说你只是这样表面的给它看一下，这个面确实是没问题，知道吧？但是同学们大家要知道，这个面是向上翘的，看到没有？而且翘过了，在这个点啊，翘过了我们产品的最高点。我产品的最高点是在这个位置，是不是？然而我这里的面已经翘过了什么？已经翘过了，超过了这个最高点。那么这个它影响什么吗？影响什么？来，有没有同学知道的？我们刚刚我记得有个同学基础比较好的那个缘分宇同学，他影响什么？他翘得这么高啊？影响加工成本，影响定料，对，没错。还有其他的原因没有呢？有吗？除了这个加工成本是的，是对的啊。除了这个加工成本，这个定料的一个成本，还有什么呢？还有配膜啊，这个配膜不怎么影响的啊，这个影响不大，知道吧？飞膜的影响不大，能明白吧？因为你这个面是顺畅的，你知道吧？你看到没有？你这个面是顺畅的，明白吧？还影响什么吧？还影响强度，还影响加工，知道吧？明白吧？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最高点在这里，我最低点在这里，看到没有？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那个 CNC 的刀具在伸进来加工这个位置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个位置太高了挡住了。这个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同学们？能理解吗？就是我们 CNC 它那个刀在螺在加工这个凹槽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这里的特征太高了
挡住了我们那个刀，能明白吧？这个能理解吧？但是呢，这种我们是有办法想的，它不像定料，定料是关乎到什么？老板的成本，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是很关键的，知道吧？尤其因为老师我之前我是做汽车模的，知道吧？我是做汽车模的。我在做汽车模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像我做汽车模那个时候呢，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很多东西都不是我们决定的。比如说你拉分析面，客户让我们用延伸，不准用拉伸，知道吧？我就是我们做分析面用什么命令去做，用什么方式做，客户他有要求，他不给你用拉伸做，知道吧？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套模具设计好了以后，我们要定这个模人的一个厚度，是不是？对不对？基本上这个长宽就是你一套模具的，比如说你一套模具的这一个宽度基本上都差不多，知道吧？长宽，那么这个厚度是很关键的。你要想1米乘1米的料，知道吧？1米乘1米的料，高5个毫米多少钱？大家知道吗？啊，就是我们这个模具的这个模胚的料啊，1米乘1米的宽度，它这个高度上面你高5个毫米，可能是你1个月的工资，知道吧？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基本上我没有自己决定过这个模人的一个总厚度，知道吧？基本上都是什么呢？主管都不是，那个时候是我们那个老板的弟弟来决定这个料的厚度，知道吧？那个时候是我们那个就是说决定这个料的厚度是我们那个老板的亲弟弟，是亲的啊，亲弟弟来决定这个料的厚度。比如说你说什么热流道啊，什么标准件呀，这种都不是我们决定的，都是客户。你用什么品牌的热流道，用什么牌子的这个标准件，全部就我们做设计的，就你没资格决定，你只需要把那个标准件放到这个上面来，对吧？热流道你就是说给热流道公司去分析，对吧？你是用那个流道的还是用优度的，对吧？还是用什么其他杂牌子的，反正我们决定不了，我们只是把这个产品丢给那个热流道公司，让他去做近焦分析，对吧？做几个样板出来，然后我们再商量再决定用哪一个板块，因为公司他们已经决定了，我们决定的只是说用这个近焦点放在哪几个位置会更好。你这个热流道，你这个产品是用3点近焦还是用4点？用开放式还是用那个针法式啊？我们都决定不了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设计就做得很卑微，对吧？所有的东西你基本上你决定的很少。这里呢，同学们，但是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比如说什么近焦方式啊，标准件的一个拟定，近焦方式呢，不管你是做什么模具，一定要跟客户沟通。如果他懂，也要跟他沟通。如果说他不懂，他说完全交给我们设计师的话，那我们要决定，那就是我们自己决定，明白吧？其次呢，就是对于标准件，比如说我们这个标准件用多大的，对吧？然后这个平衡块、长宽、厚度是多少的，我们一定是要跟这个供应商沟通，能明白吧？也就是说，每一个公司的供应商是不一样，每一个不同城市这个不同的这个模具，它都是不一样的制作方式的。你大模具有大模具的做法，小模具有小模具的做法，能明白吧？知道吧？所以说在这里呢，对于这个高度，如果说你是小模具的话无所谓，就这套模具比较小，高个5个毫米，低个5个毫米，可能成本也多不了多少，是吧？那这个我们就可以就是让它翘起来就翘起来，对吧？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这个面翘起来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面这个地方怎么做。首先呢，分清楚主次面，知道吧？其实在这里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变相，把这个圆角跟这个圆角还有这边这个圆角删掉。这3个圆角删掉了以后呢，我们以做整位的形式，通过修剪体，在这里，比如说我出来20个毫米，出来30个毫米，对不对？把这个面我还是延伸，对吧？我延伸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同学们，我这个点超过，就是我这张面超过了产品最高点没有？没有吧？是吧？我产品的最高点在这里，我这张面最翘的那个点在这里，然后呢，我再给你呢整个拉伸。拉伸之前呢，同学们将这个圆角的2个间隙位置各自延伸出来1个毫米，这档面下面，这档面过去，这档面过去 ，OK， 然后插入设计特征拉伸，选择这个边边，这个边边，这个边边，再往这边这个方向拉多少？拉80，拉70。
那么你将这个面平的拉出来以后，同学们，那这样一来的话，我既保证我的分析面是顺着产品的这一个轮廓走的，我又同时能够保证的是什么呢？哎，我没有超过产品最高点，是不是？看到没有？我没有超过这个产品的最高点，对不对？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样的话，我这个分析面是顺着分析线产品轮廓走的，非常顺畅。其次呢，我又没有说我这个面又没有说超过这个产品的最高点，对不对？这个叫做分析面变相啊。变相讲的简单一点呢，就是以峰交位作为一个标准，峰交位以外的位置给它拉平。那么接下来就是导圆角，对不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你分清楚主次面。主次面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在这种位置把它理解成就是次面就是圆角。里面那个孔等一下再讲，好吧，别着急，行吧？里面这个孔等一下再跟大家讲。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比如说同学们，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因为我的面拐了个弯，那这个中间就会有立角，对不对？看到没有？看得见吗？这个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有个立角，这个地方有个立角，是不是？这种立角我们要避免。那么这个立角呢，其实讲白了一点，就是在这个中间导个圆角，在这里导个圆角，在这里导个圆角。那么同学们，先导哪个圆角？先导这一个圆角，还是因为分析线上它也有圆角呀，是不是？我现在我先导哪个圆角呢？有没有这个先后顺序可言呢？啊，对吧？那老师我应该先导哪一个？我这个就是说他们这个先后顺序不一样，会不会不一样呢？会的啊。我们呢先导这一个变相的圆角。分析线的圆角最后导，这样导出来的面会大，会更顺畅，知道吧？然后外面的这个圆角导多大，我们直接在这个插入的细节特征里面找到第二个面导圆，选择这个面，确定，再选择这个面，这个就是你比如说导个20个毫米，对吧？你这个就无所谓啊，你就怎么说呢？你只要接顺了就行，对吧？没有那么多要求，因为这个圆角它根本就跟分析线就没关系了，知道吧？就没关系了。你只要接顺了，你觉得导20就导20，你说导30就导30，然后这一个圆角是 7.537， 这个圆角是 3.518， 对吧？我们先导这个 3.518 的圆角。OK， 这里箭头要指向圆心方向。3.518。OK， 这里确定。然后这边再导这边这个圆角，这个圆角的话是 7.537。OK， 确定。最后我们去除一次参数。那么现在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个圆角，那你接起来就比较顺畅，看到没有，同学们？是不是？就是说这种面你看上去很光滑，对不对？你不管从哪个角度看，这个圆角都没毛病吧？就这个拐角都接得很顺。最后我们来导，这里还有个小圆角啊，这里不要漏掉了啊。这个是 0.503。那么我们把这个插入细节特征导起来这一个 0.503 的圆角。OK， 去除一次参数。那去除完参数以后，同学们是不是这个面基本上已经到位了？对不对？看到没有？然后我们修简体。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我呢只是通过这个案例呢教大家这种方法，但是实际上面大家注意啊，其实我们这种变相是可以不要做的。什么意思呢，同学们？为什么说这种变相是可以不要做的呢？在这里大家注意看，以这套模具作为一个例子啊，我们产品的边界到我们这个模人的边界，这一套模具当中留的是单边25个毫米左右，对吧？是吧？25个毫米左右。OK， 我们再来看这一套模具，这一套模具它最外面的点呢，这个产品最外面的点呢是在这里，对不对？这一个 X 正 XC 方向。最外面的点是在这里，对不对？是不是？那以这个，你在这里摆个坐标，以这一个点呢作为一个参考，因为这个产品它稍微比那个产品要大一点，对不对？我们做它就是我们算它呢单边留35个毫米，35个毫米，同学们对于这种产品而言来讲已经是土豪了啊，知道吧？
你的老板通过这一套模具最少能赚个10万块钱，能明白吧？也就是说，这种大小的产品，大家可以看到250乘以370，就这种产品，就是说它的一个长宽，这种产品的大小，单边留35个毫米的一个封夹位，你那个客户肯定有钱，你这个老板也有钱，你知道吧？这种就是说这种产品通常是在20个毫米的单边封夹位左右，知道吧？那么如果说你留35个毫米的话，大家注意看，我们把这一个分显面在这里输入35，朋友们看到没有？其实实际只到达这个位置，对不对？我外面这些其实我都不会要的，这个能理解吗？也就是说我们在做分显面的时候，我可以做的足够的长，但是实际你在用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卡着这个尺寸去放余量，去留余量的，这个能理解吧，同学们？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其实这种位置没有必要做这个变相，知道吧？你分显面敲到大概这个位置都不会超过我们这个产品的最高点，知道吧？当然我只是能通过这个点来告诉大家，知道吧？通过这个点来告诉大家呢，就是说一个制作方式，能明白吧？那么外圈分显面呢，基本上到这里就小告一段落了啊。内圈分显面呢，同学们，我们来看，其实这几个内圈分显面都比较简单，还有这一个，我们先挑一个小的跟大家讲，好吧？先挑一个相对来讲就是说，不是很难的，也不是很简单的分显面，好吧？那么我们先看到这个孔，外圈分显面这一边我不讲了啊，好吧？这一边的外圈分显面跟这一边的外圈分显面它是那个对称的，知道吧？它是对称的，就是说做法思路都是一样的。行吧，我接下来就跟大家先从这个内圈分显面开始讲。变相看得出，这个怎么说呢？同学们，因为老师我之前是我的主要工作方向，我自己做设计的时候，就是我在成为一个老师之前，我主要的工作是做汽车模。然后汽车模的话，它对于分显面的要求非常高，它不像这种机壳类。我可以给大家看，我有一个同事在广东那边设计的一个模具，因为那个时候我需要一些资料，在这里我可以给大家看，就是说当然我那个同事他那个厂子不大啊，好像只有20-30个人，他在广东那边设计的模具，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种，看到没有，同学们？这种分显面有难度吗？啊，这种产品的分显面它有难度吗？没难度吧，就是可以说是毫无难度可言。这个全部是看到没有？全部这一个所有的全部是他发给我的这些图档，大家可以看一下。这种产品有难度没有？就我们先不谈别的，就说分显面有没有难度？这种是什么呢？典型的这种机壳类家电类模具，它没有曲面，你知道吧？它这个产品上面有的曲面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圆角，你看到没有？对吧？它有的曲面就是一个圆角，其他的就没曲面了。我之前我自己做的，在这个就是说我自己工作的时候，我自己做的模具就没有说这种平板模，知道吧？这个就是我自己做的，像这种啊，这种因为打开它有一点点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慢啊，这个因为它数据比较大，知道吧？这种模具它没有难度，知道吧？它就可能就是说，它可能会有多两块，知道吧？它的2把模、3把模的变换，这个效率会更高一点。像汽车模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2把模，很少有3把模。汽车模上面的模具很少有3把模。你像这个仪表盘啊，或者说你像这个翼子板呀、座椅副板呀、门板呀，对吧？都是2把模做的。然后你像看到没有，你这种产品，同学们，这个就是一个仪表盘啊。你像这种，它就有点小难度了，对不对？是不是就有点小难度了，对吧？然后像这一种，然后呢，同学们，其实一个产品的难度系数呢，并不看这个产品的大小，而是看这个产品的一个死角。比如说，你像这种小死角比较多，这种角比较多的话，这个产品它在这个分模上面，它的难度系数呢就会稍微要高一点，知道吧？
比如说你像这种分析面，它有难度系数吗？一个条带我就能搞定，是不是？然后你像中间这种孔，基本上我一个 N 边一个延伸，我就能把这个地方搞定。所以说它没有什么难度系数可言，知道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放大面分析，再来看到这个孔啊，汽车膜的工资的话呢，这个要看啊，相对来讲普遍会要高一点，知道吧？其次呢，还有的就是你要看厂，知道吧？还有的就是你要看厂，这个呢每个人他不一样，知道吧？因为工作的话呢，他工资高一点，你不乐意干，对不对？你不喜欢干，那高也没用，是吧？你工资低一点，哎，你说我在这个厂里面，对吧？我都混熟了，对吧？反正换个厂呢也加不了多少工资，我觉得我这个厂还挺好的。换个厂吧，又要去重新认识人啊，又要去就这个看每一个同学的一个方向吧。这个没有说汽车膜、出口膜、精密膜这3类工资会更高，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汽车类、精密类、出口类工资会相对来讲要较高。像机壳类、家电类、玩具类这种工资普遍是比较低的，也不说低。你像这种家电类、机壳类、玩具类，拿个8000块钱到1万块钱是拿得到的，8000到1万是很好拿的。但是你像汽车或者说像汽车膜、出口膜、精密膜，你像这种它的这一个好拿的工资是在12000到15000，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就是汽车类、精密类和出口类的模具。但是呢，这个相对比下来，大家可以看到，是吧？它等于说是上了个台阶。这个呢，对于你们来讲，就同学们还有点遥远啊！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快速的步入到这个行业，在这个行业稳定下来，对吧？你先不说多的，同学们，你哪怕是做一个设计学徒，你都是半只脚迈入到了这个行业，对吧？是吧？那么这个位置呢，同学们要注意，这种地方大家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就是不能用 N 边，就是说这一圈分形线啊。很多同学他为了图快，知道吧？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带的这个学员当中，他们有很多同学就出现这种，就是他自己就为了图快，直接就在这里 N 边。为什么不能 N 边呢？因为这种位置，你 N 边起来了以后，它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前后膜呢有一个小立角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OK，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就是你后膜和前膜的分形面。是不是？其实原本这个位置的这个是产品面，这个中间这个地方这个位置是我们 N 边出来的分形面。其实我分形面我产品上面的面我原本很平整的，但是呢我中间这个位置因为你用的是 N 边，这个就同学们再跟大家讲一遍， N 边取面它只会管自己 N 边这个面顺不顺，但是呢你网格取面通过曲线组，它不单单能够制作出来一张顺畅的面，它还能让这张顺畅的面接顺里面的面。当然 N 边和通过曲线网格它们用到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可能你 N 边更适用在这里，网格更适用于用在那里，知道吧？它们用的点是不一样的位置。然后呢我们这里呢将这2个面抽取出来，抽取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圆角多大，我们在这里手动导一个圆角 3.015，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面延伸一下，延伸个5个毫米，延伸个5个毫米，这里延伸个1个毫米，这里延伸个1个毫米。哎呀，刚刚那个圆角多大来的忘记了， 3.015 啊。这里我们直接用这个面导圆给它导起来。3.015， 确定，去除参数。去除完参数以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面就没毛病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这张就是我现在延伸或者说我扩大，就这个同学讲的扩大也行啊。我现在做的这张面的方向是顺着产品的方向走的，所以说它不存在说出现什么立角可言，知道吧？这个能理解吧？好吧，这个同学们能明白不？OK， 那这个孔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可以求个差啊。这个就是说，最后我们可以拿这个分形面跟产品求个差，把它们相交的地方呢给它去掉。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同学们，我们再来看到其他几个地方。其他几个地方的话呢，那我们其实这个孔跟这个孔都比较简单，知道吧？这个中间这个孔的话，我们直接给它放大面分析，注意看啊，放大面分析，我们同学们看到没有？分形线就是这张面，
这一张面，看到没有？我直接用扩大面的话会更快。我们也可以用延伸，但是我更习惯用延伸。我也不建议大家优先考虑用扩大面去做分析面，用延伸会比扩大面要好。扩大面在什么时候用呢？扩大面是在我们遇到烂面的时候，它的作用非常大，知道吧？然而扩大面它跟延伸它是有区别的，但是这个区别我暂时就不跟大家讲了。就是还是那个点呢，其实每一个命令它用在的这个位置它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大家如果说想学好的话，还是那句话，你必须呢深入的了解。你不单单是就是有同学课堂上面有没有那种专门在学命令的有吗？就现在在开始学命令的有没有？学 UG 里面的命令有吗？像这种同学的话，就如果有啊，你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干巴巴的去学命令，知道吧？啊，比如说这个拉伸在这里，对吧？啊，他是选择这一条线去拉伸出来一张面，你这样子学是没用的，你必须要把这个拉伸结合到这个行业，知道吧？结合到分析面上呀，结合到制作滑块上面呀，制作鞋顶啊，或者说结合到整套模具的设计的一个过程当中，你这样学了才有意义，而不是说这个是干嘛，这个是干嘛，这里是什么意思，这里是什么意思，对吧？这里是能做什么，这里能做什么，这里能做什么，这里能做什么，就是说我就算教给你了，你没有用到这个设计行业上面来也没有用，知道吧 ？OK， 对，没错。其实我们常用的命令就那么几个，但是呢，你人是活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案例呢，我暂且就跟大家讲到这里，好吧？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问，好吧？这个案例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